这位是05年的小姑娘罗麦，大家都喜欢叫她麦麦。麦麦是一名杂技演员，每天早上9点都是她从宿舍到杂技团训练的时间。麦麦的老家在云南昆明，她从4岁就开始练习杂技，7岁上了杂技学校，15岁被杂技团从老家招到重庆当学员。快点嘛，罗曼，速度慢呐，你的速度。每一个杂技演员都会多种技能，他们基本上从几岁就开始练习。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可以很好的诠释在他们身上。我们镜头所展示的大部分还是孩子，他们最小的只有12岁。有的像我们这种练车子，然后他们里头是练就是一个杠子，就是站着人也是反正就是不一样嘛。他们要来了。杂技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。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每一个杂技演员，都付出过常人难及的汗水和泪水。我们在舞台上看似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对他们来说都是练习了几千几万次的结果。同时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也非常的危险，很容易受伤。很多人受到的伤害都造成了一辈子的困扰。所以练功的时候就要能做到，至少要做到95%以上的保护率，演出才会觉得演的时候没那么紧张。我是保护手的，因为我1个小时我要插葫芦手指头，然后这个很细，然后转得很快。如果说反正手上有毛点，然后转得快，这个是保护我的手指头没那么痛。冬天的话就特别痛，就你知道吗？冬天手都很冰凉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那个轮子转得很快，你手一插进去，1秒钟就热了。这样不动是你脚的大的位置，而且你转上去的那个摇动，慢慢是脚底。演出的时候，他心情肯定要紧张，一紧张了以后，可能跑出来达不到这儿。
这时才可以，否则他一紧张的话，保持力不平衡，低了以后，他们本身压力就特别大，完了后再时候他们气力会更紧张。所以训练的时候保脱力上去，他们到演出的时候才能保脱力，不能说达到100%了。他们就是天天这样磨，没办法。这东西底下练再好，到舞台上以后，尤其观众一有观众了，所以他们见观众的心情又不一样。没有好不好，只是我功到不到。就像上前脸或者是拦截动作一样，你要存在什么好不好？天天磨，磨着保持力就上去了，就这样。下午吃完饭了以后就午休嘛，午休完了以后，就等下午2点半以后开始练其他。对，手机不能拿过来练。也是他收敛的样子，没见他。哦，可能是今天我过来，对吧？他比较收敛一点。这个路的怕是不太好。小到11、12岁，大到20几岁都有。反正大演员、小演员都有。我就属于那种中等的。哦，就在中间，不大不小。结束了上午的训练，麦麦要赶往食堂吃午饭。在杂技团训练和表演的期间，这边提供免费的饭食。杂技团时间和人员管理上算比较严格，所以说在基本的生活成本上不会有太多。杂技学校是7岁进去的，然后4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上培训班了，就已经在往那个方面发展了。因为从小都不是属于那种文文静静的小姑娘，啊，就比较活泼好动的。比起让我背书啊、写字，他们觉得这个要好一点，因为他们可能觉得，因为到了后期了以后，肯定会出现就是爸妈帮不了我、教不了我啊，靠自己，然后学不好，很容易就是出现那种上技校呀那种出来工作的话，就是前途不是很好。但是如果说是学杂技的话，早的学的话就会。反正就是不一样，这样可以拿到本领就在我自己手上了。也好，就是属于那种，爸爸是属于比较狠心那种，妈妈看到的话就会很心疼，但是为了以后还是要坚持。小时候想家的时候，1个星期就能回去1次，因为家就在附近。结果来到这里了以后，就很难回去。小时候就羡慕那些外地人都不用回家。但现在是羡慕这些本地人，想回家就能回家。我们这种，1年只能回1次，而且还会聊。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，想也只是想一想。小时候想家还要悄悄的在被窝里哭一下。现在习惯了，就感觉想就想一下，实在想的话打个电话。在我们的镜头中，大家可以发现，麦麦是一个懂事又朴实的女孩子，她的3观和认知都非常的端正。很多人应该好奇，他们学杂技怎么上的文化课程。麦麦在杂技学校的时候是每天上午学习文化课程，到了杂技团当学员的时候是周5和周6学习文化课程。在杂技团的日常，他们平时除了训练就是表演。他们每个周有1天的休息时间，每天下班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晚上9点以后。
且很容易摔到东西，所以得多练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。如果说是大底皮的话，有可能要在上面待2-3个小时。就在这上面。对，但是单人练的话就还好，因为没有配合动作，就是我自己跟自己配合。在这个杂技团有不同的表演类目，不同的角色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地训练着。你怎么会说话？结束了2个多小时的个人训练，麦麦还需要去帮助那些小师妹训练。好，再往转过来，往前走一步，坐。往我这边，哦，右这边，站。你哪个在这？你还说呢？5分。你今年多大？16分。一会儿完了以后，是不是会安排一个人？好，安排一个人。结束了下午的训练，已经是傍晚时分。麦麦他们需要化妆准备今天晚上的演出。在每次上台表演之前，麦麦都会做一些笔记，缓解自己内心紧张的情绪。麦麦表演完毕，我们结束了今天的拍摄，让我们期待下一期小人物的故事。